进了裂缝中，外面便没了牵引之处。若不进去，找起来却也太过困难。来者不善！道友，你我素不相识，这是为何？你们去的时候是7人，为何现在只有你2人出来？我绝未见过此人，但怎会有一种越看越眼熟的感觉？不打，便死。前辈，其他5人中定有与你相识之人，晚辈知错。当年我父亲在仙夷之地失踪后，我被卖到朱雀国，后成为炉鼎，生不如死。自心不甘，得以幸运逃出，后与家中公孙长老相遇。长老不弃，护我至今，并愿意随我来仙夷之地寻找父亲踪迹。为分散仙夷族人的注意力，我便以轮回果为饵，邀其他5人同行。奈何我寻父未果，只好离开。前辈，是子欣隐瞒在先，前辈若杀，便杀晚辈吧，我要为难公孙长老。少主，让他杀我，与其成为别人的浮亏，死了就算是解脱。找到王林，饶你2人不死。不对，被朱雀国选中的炉鼎，怎会如此轻易逃离？公孙范明明身中符咒，却与他人不同，2人此行又可全身而退，这背后定有神秘高手暗中相助。本尊在他人体内留下烙印，以此标记，便可指引方向。前辈，我前辈，事到如今，也是你咎由自取。仙夷之血，实为凶险。幸好拿到了本尊习体所需的轮回果。终于成为真正的孤神一族了。咱们杏花村终于等到天行宗下山挑选弟子了！你让我你好听不能说。就是这孩子被选上，那可是光耀王朝的孩子是啊！厉害的！来，我下一个，一个有灵根的也没有。这孩子，我要了。道长，这孩子可是天生哑巴呀！无碍。
多谢仙人。如儿，快来给师傅行礼。快呀！天生灵力，百脉全通，紫光透体。给老子快点走！耽误了老子换灵石，要你好看！死丫头，我打死你！你敢？前辈，我。你会说话了。你愿意跟我修习吗？他早晚都要迈出修行这一步。既然他父母保护不了他，我不如将他带在身边，也好护他周全。郑牛，出来应战！郑牛，喂，等你明不是怕了不成？却躲在古姓曾的，出来与我应战！到家了。饿了？这个筷子会飞。尝尝。你不吃吗？修炼到一定程度，便不用吃饭了。我不想天天都不在，四周黑漆漆的，只有我一个人。我在，不怕。那你我不在了怎么办？好漂亮！这个给你，以后你若找我，别晃一下，我就会出现。婉儿，曾牛，你的缩头乌龟，我敢出来一战！郑牛，出来一战！我可以让你一只手，可以让你两只脚。聒噪！
叔叔，快来助我收了这个小宠物！若不是亲眼所见，难以想象我儿幼时竟是这般模样。叔叔，什么事？没事。小卓儿，进塔。曾牛春，雪域国廖凡，向你讨要羽扇羽膀。曾牛，往日你与雪域国的恩怨，今日便一同清算。走。若你只有这些手段，今日就受死吧！今日是3月17日，曾牛，这便是你的死期。阴波灵甲。是哪个小崽子敢伤老子？这声音，这是黄泉生窍诀中的阴寒之气。抓紧时间寻觅基因之地，修炼黄泉生窍诀。黄泉冰岩，你怎会此术法？你到底是谁？告诉你也无妨，老子叫司徒南。司徒南，怎么会这样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司徒前辈，若那真是你的短臂，我倒有些相信你当年所说了。只是这朱雀第一高手的称号，只有历代朱雀子配得上。你真的是那个人吗？司徒前辈，10年之约将近，这一战我胜算极小，但却避无可避。小白，抬头，低头。
小白怎么这么乖啊？10年之约已到，冯某奉朱雀子之命，接你前去。铁岩，在。这雷洼和宝塔，我留在这里，100里之内无人可入。我走的这段日子，你好生照顾小茹儿。本宫放心，老夫定会保林总、茹儿小姐安全。小茹儿，过来。坏叔叔，自己出去玩，不带小茹儿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你要听铁岩伯伯的话。等我回来，给你抓一只更大的老虎。真的，比小白还要大。比小白还大。那好吧，不过你要快点回来。叔叔，你一定要安全回来。好，照顾好自己。宗主，属下已探查清楚曾牛实力。讲。那曾牛，如今已是化神中期，意境自是轮回之下的生死感悟，一把无坚不摧的飞剑，还有一神秘宝塔。不仅如此，我用您给的法宝前去试探，发现他竟还掌握黄泉道功法。昔日他断红蝶一臂，今日又被朱雀子看上，又岂会是等闲之辈啊？那之前之事，就这么算了？现在还不是时候，我已布下天罗地网，待他与红蝶一战后，我自会出手。到时无论胜负，曾牛都必死无疑。参见三师姐。这位就是曾牛道友吧？小女是人道仙弟子白雪。师尊说你初来朱雀，一切事宜由我安排。请。御剑中对朱雀国的描述并不详细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凡。本以为这曾牛定有绝世天资，如今看来，也不过如此。曾牛道友，你脚下这片土地，便是整个朱雀星上面积最大的陆地——朱雀大陆。在此地有4个修真国。分别是朱雀、青龙、千幻、毗卢4国。我们朱雀国
作为朱雀星上唯一的6级修真国，处于朱雀大陆正中心，更是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。传闻只要生在朱雀国，就连普通凡人都会自命高人一等。看来此话不假。朱雀国中有何宗派？朱雀国又分天域宗、地破门以及人道仙3大宗门，其中各有一个问鼎长老坐镇，并受第13代朱雀子管辖。他是何修为？朱雀子是朱雀星内唯一一位问鼎大圆满修士，但从不轻易露面。这么多年，我也只见过他一次。那便是天域宗门。红蝶妹妹现已是天域宗弟子，而我听闻师尊也有意将你收入人道仙。你们2人大战就定在7日之后，可有把握？没有。曾道友不必谦虚，这段日子你暂住人道仙，待师尊修炼完，自会见你。等一下，进入朱雀大陆后，始终有种不安之感。此地不像是住所，倒像是囚牢。既然此战躲不过，先将御简地图补充完整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这朱雀国内，能置我于死地之人，绝不在少数。可朱雀子不仅未追究我断红蝶一臂之事，还有意将我2人送入2大宗门。他究竟是想通过大比，在我2人中做取舍，还是另有图谋？可以进入房间而不被我察觉，实力定在应变之上。莫非是那人道仙宗主？一个是天之娇女红蝶，另一个是后起之秀曾柔。这2人一战，定然精彩之极。快开始了！拜见朱雀！拜见朱雀！此人竟与云雀子有几分神似。朱雀大人竟然亲临现场，2位是朱雀大人的得意弟子吗？
我越发期待今日的比试了。此次大比正式开始。既无法一击毙命，只能扰乱其道心，找机会下手。这是我雪域国用500年制作的法宝冰神礼，今日便让你有来无回。僧牛，你输了。没错，这才刚刚开始。天劫降下，任何瞬移都将失去作用。红蝶，受死！永元归一。傀儡虽无法阻止天劫，但却能冲散些许黑气，减小这天劫威力。逼我的困极变！这是什么法宝？是什么？这一击就将僧牛重创，这么厉害！此物不是你们天域宗正派之宝吗？怎会在红蝶手中？是在下看管不周。此战之后，我定会严查，给朱雀一个交代。这僧牛居然真的可以引下天劫，多亏我将法宝拿给师妹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我看你还有什么能耐？这鞭子太过诡异，竟能直接重创元神。战车开启还需要时间。既然如此，我给你种下的毒咒，看你能压制到何种程度。还差一点。就是现在！
闪车，快！我曾以为曾牛不过是小小蝼蚁，不配与我相提并论。我有冰神在手，又有本命法宝帮身，此战杀死曾牛，定如探囊取物般轻松。可今日一战，竟比当年仙界艰难数倍。若没有冯玉山送来的坤极鞭，我定会败落。可此刻冰神已极为虚弱，难道这一次我真的会输给曾牛？雪烈国，我不会输。曾牛，就算短期鹰变无望，我也是要杀你！分神鞭，绝情之剑。这就是化神大罗马的意境啊！这分神鞭本是师妹为助自己鹰变准备的，其中蕴含了她此生的天道感悟，再与绝情意境加成，曾牛定然招架不住。此战元神损耗过大，竟无法破除他的意境。隐情，结束了，快过来！来！师兄，我害怕。亲情、爱情、恨意、善意，皆是无用虚妄，如同这荆棘藤蔓，终将成为你修道的负累。曾牛，我要你亲眼看到，所有至亲一一离你而去。会剑斩！入世引出世间之气，继而挥舞慧剑，斩断一切之情。此乃绝情意境。曾牛，你终究还是亲手斩断了情丝。你败了，今日你必将元神破灭。不管你做过什么，都要保护好自己。我为什么又我？在天地珠内练了这么久，你才勉强达到灵气1层。那便干吧！王叔，曾牛兄，你懂便是懂，这是我的师本不是不。这世间之情，岂能说绝就绝，说断就断？慧剑虽长，但却砍不断轮回。一身入局，再有所感。多谢你助我明悟，绝情之人也难逃生死轮回。
所感，多谢你助我明悟。绝情之人也难逃生死轮回。轮回之下，生死天道。怎么可能？轮回天道本该无情，可惜无情、绝情，仅一字之差，却谬以千里。对于修道之人来说，意境之争就是彼此的道之印证。这一轮是曾牛赢了。老祖说的是，不过这红蝶也不错，竟能在最后关头明悟。说我能达到因变，今日你这轮回便不再是轮回。可即便如此，我还没有败。死灵杀阵！今日天逆珠正好借此圆满。金灵，放！曾牛，今日我就算杀鸡死灵，也要杀了你！三灵，击爆！如今我元神受创，修为更是跌至化神初期。红蝶这一击，就算不败也会受重伤。可玉石俱焚，真的是朱雀子想看到的结果吗？只能赌一把，看能否舍命破局。你若敢杀我，大家便同归于尽。那便试试。走了。此战胜负已分。曾牛，你赢了。从此以后，你便是我朱雀国弟子，拜入人道仙门下。我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，有什么想要的，尽管提。我要这个。那便给你一半。得饶人处且饶人。谢朱雀。此战你二人损耗巨大，接下来就好好休养，去吧。朱雀子究竟想要干什么？第15代朱雀子的名号争夺在即，你们二人准备的怎么样了？老祖，弟子谨遵教诲，日日不敢懈怠。
听说你的炉鼎逃走了，可有此事啊？回老祖，那子欣定是被人放走的，而且那人竟能解开我的桎梏，修为定在我之上，恐怕此事没那么简单。我一定会揪出那背后之人。不必，此事你无需再插手。为师已为你寻了一个更好的炉鼎人选。我所需炉鼎十分难选，不知老祖所指是？此次红蝶与曾牛一战，两人意境都有所明悟，但元神接受重创。你若能将红蝶的灵力与意境吞并，到那时，你的意境中便多了绝情之境。如此一来，最终的问鼎一劫便会多一分把握。难道老祖当年收下此女，就是为了我？多谢老祖。你莫要辜负我的期待。是。只是红蝶此女，倒有些可惜呀。为师老了，有些事情确实有些不忍心了。老祖，无需可惜，毕竟朱雀的称号不会从这些外召弟子内产生，除了我与师妹，不会有别人。罢了，你快去吧。是。桑牛，下一次我定杀了你。我可以带你完成这个心愿。谁？在下钱锋，今日刚见过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要你的意境和先天死灵啊！怎会如此？清河，你若能帮他应下此剑，红蝶劫数便消了。没想到我的死情。师兄可顺利？自今日起，他就是我的炉鼎，名绝情。恭喜师兄修为大涨。不知我何时才能像师兄一样？不急，慢慢来。绝情已是第3个被我吞噬意境之人，师妹，早晚有一天，你也会成为我的炉鼎，我必将成为下一任朱雀。只可惜，朱雀只有一个。柳眉，弟子在。你修的是千幻无情道，如今只剩最后一幻未圆满。若能寻一惊世意境，将其吞噬，转换成你的最后一幻，
先换功法，便可大成。原本为师为你准备了一人，就是那五行宗的周易。此子的痴情意境世间罕见，只可惜此人却是在仙界失踪，下落不明。老子无需烦忧，弟子再多幻化几具分身，继续下山，感悟天道便是。你曾有一具分身，拜于赵国玄道宗门下，在一次宗门大比中，遇见过一位衡岳派弟子，名为王林，你还记得否？王林，是他？没错，那曾牛便是王林，他便是为师为你找的替代品。那红蝶道心已破，无甚提高空间，但王林却不同，你定要盯紧他，待他意境大成之日，你便将此人炼制成炉鼎，待炉碎之时，他的生死轮回意境也会被你掌握。如此一来，你比风儿更有机会接替朱雀称号。弟子领命。王林，当年唯一一个对我分身媚术仍保持清明的小弟子，没想到短短500年就走入了老祖眼中。此人不简单，我不如趁此机会在他体内种下毒蛊，事后方便为我所用。从即日起，你们与我一同闭关。今日来，潜入地上的符魁越来越多，仙夷族定然有所图谋。我们必须保存实力，防患于未然。是。你们可还记得云雀子？可是当年与您争夺第14代朱雀之位的那位？没错。当年他夺位失败，便开始云游朱雀。我本以为他不再参与任何争斗，却没想到他竟暗中培养自己的弟子，其目的不言而喻。可朱雀称号绝不可给云雀仔细分支，可明白？遵命。师弟，你即将前锋的炉鼎紫心放走，收入麾下，那便是与我宣战。我定不会给你可乘之机，你选择的4个人，我一个也不会放过。师兄，你我斗了一辈子，既如此，我倒要看看，究竟是你的弟子棋高一筹，还是我选择之人更上一筹？虽说会保我平安，但红蝶未死，人道仙有态度诡异，着实不可信。我上山播种，当务之急要立刻返回赵国，找一僻静之处休养，充计划生后期。都在，曾牛，我就算
自爆元神，也要送你回去。这是什么阵法？蝴蝶师妹，我说过会帮你，我说的。曾牛小友，你终于来了。雄辩老怪，你是何人？雪域国宗主李元丰，替红蝶取你性命。听闻当年雪域国为提升至5级修真国，曾有7位化神长老随红蝶同行前往朱雀国。在逆天法术的加持下，唯有1人活下来，得以提升至鹰变期，想来就是你了。李某因红蝶机缘得以突破修为，自是不能忘本。你断红蝶一臂，而红蝶又是我雪域国的希望，于公于私，李某今日都不会放过你。与鹰变老怪碰上，我毫无胜算。我虽元神受损，却不知炸不开空间裂缝。此地已被禁锢，空间裂缝铲不开，你的青罗盘无用。对，忘了告诉你，瞬移也不可用。此阵名为封魔乾坤阵。曾牛，这次你断无活路，真是不死心呐！孙太，送来！又是鹰变。曾牛小友，李某说过了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又是鹰变。曾牛小友，李某说过了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我现在灵力混乱，元神受损，就连这仙剑之位，也无法发挥到与红蝶一战时的威力。这封魔乾坤阵复杂至极，定是传承许久，短时间内定是寻不到生门。众子快走！倒真是一把好剑，里面居然还有剑魂，不错。此剑可以归你，但那可以引发天劫的小旗，要归我。好，不过星罗盘本就是我族之物，我要拿走。自然。
何族之人？当年你在仙界抢走我族少族长赤虎的星罗盘，今日我来取走。2个鹰变七老怪同时出手，只为了取在下之命。如此殊荣，王某定会牢记于心。是啊，你确实应该铭记。不过，要把法宝留下。好宝贝！灵气好极了。老祖，还请让晚辈出手，亲自杀了此人，以报当年之仇。曾牛，受死！曾兄，东南角，活路。赤虎，你干什么？快走！老祖，那星罗盘是我赠送给曾牛的，绝非他抢夺。曾牛在仙界曾多次救我性命，我赤虎堂堂男儿，岂能干出灭绝人性之事？滚开！星罗盘对我族没有用处，给了曾牛又何妨？拿了人家飞剑还不知足。要不是你是云汉巨魔血最多的一个小辈，今日我定杀了你这逆徒。回去之后，把你闭关100年，日夜承受炼体之苦。我赤虎行事光明磊落，不能做出不仁不义之事。曾兄，在下尽力了。这阵法太过诡异，天孽珠也被一层阻力所挡，无法进入。东南，天乾地坤，凶为东南，木心之处。果然，若能出了阵，到时便可遁入空子里了。小子，鹰变面前，区化神，活不了。鹰变意境，老夫意境为茶，茶烟袅袅，品世间百味。湖中藏乾坤。夜间贴春秋，一定看！以茶为伴，从而感悟人生。在鹰变修士的大成意境面前，你的意境不过儿戏。已经浪费了很长时间，杀了此人后，老夫还有要事。李道友，动手吧。你不愿出手，莫非是怕朱雀山的追究？怕了，此事本就是我发起，我出手便是。终于来了，宗魔乾坤阵。若非老夫知晓此阵阵眼所在，否则要进来，还真有些难度。是因
宗，这二人虽是鹰变初期，但传言巨魔族只要达到鹰变期，便会觉醒天赋神通，还是不要轻易招惹为好。曾牛，你吃饱了撑的，怎么惹了这么大的麻烦？我说你们两个老不死的，杀一个化神期的晚辈，丢不丢脸？老夫要把此人带走。道友，区鹰变初期，还是被强行提升上来的，没资格与老夫说话。不行，此人必须死，而且他的尸体也要归我。你又不是我狮鹰宗之人，要尸体何用？因为弟子赶到时，那亡灵已身死道消，只有一丝残魂遁入域外战场。弟子追踪而去，可苦寻数十年，一无所获。只怕天逆诸野。老夫问你，此事可还有人知情？没有，弟子已抹去所有知情者记忆，眼下只有弟子和驻扎赵国的通天塔使者还知情。好，很好。远古昆虚圣域流传下来的至宝，岂能说没就没？若能把天逆珠献给修真联盟，定会被赐予6级修真国身份，无这一颗修真心。如此一来，老夫这支巨魔族分支便有了问鼎族群的资格。我苦寻亡灵音讯多年无果，直到赤虎仙界一行回来后，我才意外得知，曾牛竟就是亡灵。为防止朱雀国横插一脚，我苦等时机，直到李元丰找上门来，我以拿回星罗盘为由，与他一同诛杀亡灵。即便亡灵身亡，只要有尸体，我就可以用秘术查出天逆珠所在。老夫要他尸身自有用处。滚开！你敢！孙太能来救我，也是没安好心，但却是逃出那阵的唯一之法。千年奴役，才多少年就懂了这么大的篓子，老子这次非要把你彻底封印不可，省得再被你连累。走！你当真以为老子怕你不成？怎么会？我的修为怎会这样？李元丰的察知意境与孙太种下的封印，竟结合成了一道强大的筋骨，将我体内灵气吸食殆尽。若如此下去，我定会变成一个没有法力的凡人。上次被重伤至此，还是肉身被藤花源所灭，没想到数百年之后，又来这么一遭。纵我步步敬重身世，
却还是落入这人人宰割的境地。曾牛，休想带走！修士一旦交战，便是生死之争。你可想好了？与应变中期一战，着实吃力。但亡灵对巨魔族关系甚大，如此一来，唯有一拼。事到如今，是你们逼我的。间很少有生死之争，这仙气一旦消耗，无法补充。那你既决意如此，老夫便与你以仙碰仙。仙气之位，应变一手独有的神通，复兴魔族数万年的机会，老夫绝不会放过。哼！老夫应变中期，纵你巨魔族天赋神通与南极境界压制，还不死心？老夫的雷之意境，可是当初花了极大代价，在天雷星闭关100年感悟而来。区区应变初期，给老子死！我把此人带走，几日后还你就是。不行，你把他带走，不等于我的元神就握在你手里了。敢在老子眼底下减生，这小子身上的封印还差一半，须得与这2块狗皮膏药速战速决，不然空生变故。老夫应变之后，第一次使用天赋神通之术，你接下吧！
修真一途，还真是世事无常啊！8年后，婉儿就会再次遇到天道。你。老大，那是什么？老大，这是一棵摇钱树啊！这小子长得丑，打断腿放在天威飙车前挡道，总比用自己的兄弟好啊！带着我。哎。这位道长，这可是难得的好货。曾牛说不止一枪，便是要和那红蝶玉石俱焚呐！那红蝶听完此战后，红蝶也有所突破，闭关参悟应变去了。那可是雪域国出来的天之娇女，当年为了让她归顺，朱雀国可是下了大手笔啊！我知道你有一丝元神藏了起来，绝情，我绝不允许出现第二个逃跑的陆定。曾牛与红蝶一战成英，真真坐实了这应变之下第一人之位。可不曾想，这第2天啊，曾牛却失踪了。什么？曾牛失踪了？真的假的呀？弟子恭请师尊出关。为师听说了，那小子确实消失的离奇。耽搁师父闭关，是弟子无能。无碍，他是为师给你选的炉鼎，不重要，但也重要。昨日极北之地传来一阵仙力波动，应是应变修士斗法所致。为师查到，王林这次失踪和雪域与巨魔族有关。此玉剑可用于寻人，他受伤极重，元神崩溃。我只能感知到他在朱雀大陆北方。修仙500年，终会凡胎。可8年后，婉儿就会再遇天道。8年，若本存在，还可带我寻一处灵力充足之地，重新吐纳，总有恢复的一日。可本尊也因元神崩溃受到了牵连，在楚国陷入了沉睡。或者找此地修真门派，借其灵气浓郁之处修炼。不过以我现在的身体，又如何能进去？到底要怎样才能破解封印与意境的禁锢？这方圆百里啊，仙人咱惹不起，但凡人的地界上，就是官府也得敬着咱们。偏偏天威镖局没眼力见儿，
这要不要？今儿啊，就让他们知道规矩。这天威镖局怎么也想不到啊，咱会在这里劫杀他们。老大真高明啊！这时辰也差不多了，都准备一下去。好嘞。这丑模样倒是个当诱饵的好材料啊！小子，算你倒霉了！瞪什么眼？好了，来了！这火源图，口中可别！你给我杀！要你！不抢！大当家的回来了，开山门！大当家的回来了！快！大当家亲自出手，不过就是不一样啊，又够快活一下了。去整几坛好酒，让弟兄们今天喝得痛快。好嘞。给我小心了点啊！把那小子扔进水牢里，养上几天，下回再用。知道。原来失去了一切的修士，比之凡人都不如。婉儿，此一别道阻艰难，但我定会破除艰难万险，回到你身边。得需灵力才可拨开禁锢，恢复修为。这是真的是灵气，这水中竟有灵气。若能引灵气入体，便可从此处脱困。引气入体，灵气归元。今天收获不错啊，确实啊，采了头肥羊。这是啥呀？老大，这是俺从那个丑小子身上搜出来的。这难道是天蚕丝？我还不信了。宝贝啊，这才是真正的宝贝啊！是，
哎，这宝贝要是再多弄几个，连成块做成衣裳，那不刀枪不入了？不知道你臭小子是从哪儿弄的，我去问问他。老大，就是这儿。老大，水里像是有东西啊！有个屁东西！快把他捞上来！你是什么人啊？那日你断我四肢。不是哪儿？这他就完蛋了！这招来一定是俺永远不是这仙人，我错了，你放了我吧！财宝袋子都是你的，饶命啊，仙人，饶命啊！剩的这点灵力，杀他不够，但打开储物袋却够。文兽，妖怪啊！此处何地？回仙人，此处是披露国火云寨。把地牢刨开，挖成小潭需几天？3天。一天就可以做到。开始吧。仙人，都挖好了。从现在起，任何人不得离开山寨。退下。是。走。此地显然并非灵脉，为何这水中却有灵气？极品灵石，难怪。需用5块极品灵石封印，这骸骨生前定是法力通天，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为好。这画着我一直无法参透，连当年仙一族木叶都为他所动，其中定有不可估量的力量。此处水牢，你们是如何发现的？禀先生，此处多年前就是片荒山，疑似地龙翻滚，山体碎裂后才出现这么个地方。之后大当家觉得这是个关人的好地方，才有了这水牢。那尸骸到底是谁？与这画图有何联系？这紫光又是什么？罢了，此事急不得。
眼下要抓紧时间恢复修为，破除禁锢。刚在灵气的强硬冲击下，强行从外将禁锢破开了一些小缝隙，然此法已不可再用。此禁锢不光限制灵气进入，还会吞噬灵力。若要破开更大的禁锢裂口，唯有继续体内灵力提升修为，到时体内外灵力夹击禁锢，方可进一步破局。6个月的时间，只恢复到了凝气6层。这封印与意境的结合果真霸道，是时候冲击禁锢了。禁锢的吞噬更强了，灵力撑不了多久，这样下去不行。若要进一步打开禁锢缺口，为今只有一法：吞下仙域，以毒攻毒。小点声，别吵到仙人。此次突破，插痕消散了1/10，封印也有所松动。初代的许多法宝可以勉强使用，再加上纹兽，只要不遇到化神修士，便不会有危险。无论如何，7年内也要恢复修为。极品灵石有限，若想进一步突破，还需另寻一处灵气充足的地方。炼魂宗，朱雀大陆披露过3大宗派之一，那里的灵气定然充足。老祖，你怎么了？借你身体用。那魔童毁我肉身，伤我元神。若不是将他引到小北延吉之地，利用听人禁制将其禁锢，恐是难逃此劫。此番没有抓到亡灵，还赔上了半条命，唯一所获便是这仙剑。剑魂，剑！大爷饶命！别杀我！当年我也是被那姓王的逼迫的，我对他可是恨之入骨啊！旁的剑魂都是忠贞不二，你这剑魂倒是有趣。你家许爷，他们岂能和奴才相比？我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此剑绝非寻常之物，就连其中剑魂都能拥有神智，着实难得。若将其抹杀，倒也有些可惜。不如趁我元神融合肉身之时，先行封印，以观后效。
既你主动投诚，从今以后，你便是老夫剑魂，休想耍什么花招。大爷放心，我许立国一向忠心耿耿，绝不背叛。如为此事，便叫我万魔穿心。你随我一同闭关，待我元神与肉身融合后，再去找那亡灵算账。杀心啊！你啥时候能来救我啊？据说炼魂宗是皮陆国最神秘的宗门，从不主动收徒，皆是愿者上钩。只要在开放之日上缴灵石，便可获得一处洞府修炼。护山大阵。何人擅闯我炼魂宗？拜见前辈，晚辈多有冒犯，此次前来只是想拜入炼魂宗。你是哪个门派的？弟子是个散修。散修能达到筑基期，倒也不易。不过我宗收外围弟子的时日早就过了，你明年再来吧。前辈请留步，弟子多年前偶然得到一把好剑，一直没舍得用，还请前辈收下。这小子竟能有此等宝贝！此物从何处得来啊？多年前，弟子曾帮助过一个结丹修士，在他受伤之际为其护法。他伤好后，便将此剑送予我。可弟子修为不够，无法使用。好吧，老夫看你修行不易，便破例子。本请我炼魂宗内禁制极多，你若是走错了，我可不救你。多谢前辈。如御前所说，此处灵气果真比外界浓郁数倍。用如此多的灵气，供成千上万的外围修士修炼，真是罕见的大手笔，倒也正合我意。长兄，长兄，来了来了，喊什么？我路上遇到一个小辈，长兄收他为外围弟子可好？你红毛子都发话了，我岂能拒绝呀？那人就交给你了。我这次出山收集了上百冤魂，正好能把魂幡练出一个主魂。等练完后，我过来找你吃酒。红毛子这无利不起早的性子，你可给了他什么好处？回前辈，是一把剑。既然如此，那这1090洞便归你吧。1年1块中品灵石。此洞府灵气稀薄，多半是条废门。前辈，弟子想换一间灵气更充沛的洞府。修道之人最忌贪快，你如此修炼，道基不稳，此生不会有结丹之日。晚辈还有一事请教，红毛子前辈刚所说的魂幡是何物？你可知，我炼魂宗内门弟子虽只有几百人，却能与毗卢国其他门派势均力敌，是因什么吗？因这魂幡。正是，魂幡乃我宗特殊法宝，其中玄妙只有内门弟子可知晓。想当年，我一路厮杀进内门，却因在结丹初期停留太久而被取消了身份，落得个外围管事。不知前辈可否透露一二？你现在还没资格
外围弟子每隔3年有一场万人大比，决出1人进入内门。你若想知道，自己去试。是晚辈见人。你叫什么？弟子名为青木。好了，跟我来吧。找了这么久，却没发现他的一丝气息，难道真遇到了不测？房号越小，表示灵气越多。看在红毛子的份上，我可是给你选了个灵眼之地。多谢前辈，晚辈日后定多多孝敬。外围弟子数以万计，能入内门者万里挑一。炼魂宗却还要耗费大量灵气滋养众人，究竟意欲何为？恐怕不只是培养修士这么简单。灵眼吗？借由坤晶眼汇集灵气，再用聚灵阵防止灵气外扩，倒是个伪造灵眼的好方法。不过若能解开禁制，直接接触坤晶眼，冲击筑基后期倒也够用。以我现在的修为，要想破除禁制，虽有难度，但未尝不可一试。破！灵气耗尽了。也不知此时婉儿那边怎么样了。还有7年，我必须加快速度，找出灵眼之地，才能彻底将禁锢破除，解除封印。此处应该就是最接近真灵眼的洞府，但有人在内。青木，前辈，入级大圆满，此人天资平平，却在短短3个月内从筑基初期一跃至此，身上定是有什么逆天法宝。又或是修炼了什么玄妙功法，怕是下次相见，我便要称呼你为道友了。元神崩溃后，我无法隐藏修为，倒让这结丹修士看出了端倪。此人日后定是个麻烦。此地人杰地灵，
晚辈日夜吐纳，也是侥幸成功而已。你若能成功结丹，3个月后的宗门大比便有极大的可能获胜。若到时你真进了内门，可要时常回来看看呀。啊，对了，我要提醒你一句，炼魂宗大比的规矩只有一个：成王败寇，只要能赢，生死不论。多谢前辈提点。若能从青木口中探出快速修炼的方法，定可重回内门。奇怪，怎会不关门？不过一个小小筑基，捏死他易如反掌。来了，秦牧，快把你修炼的诀窍交出来！我若不，你没得选。外围弟子的死活，宗派根本就不会过问。你交出来，我还能少你一条生路。否则，你果然有不少宝贝，今日都是老子的了！这是什么东西？不能杀我！我可是外围快师！外围弟子的死活，宗派不会过问。你绝不可能只是筑基期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？你不配知晓。此地灵气浓郁，形成了一股天然灵味，借此来打破封印，再合适不过。再来！
炼魂宗吗？将外门全部包围，任何人不得离开，违者格杀勿论。是。不知道谁弄到底是谁如此大的阵仗？不知道。此次一举恢复到了元婴中期巅峰，元神也初步收拢，但是天意珠还无法驱除。此人到底是何来头？若我知情不报，恐被牵连。要不……所有人接受检查，如有异动，就地格杀。看来这就是炼魂宗的魂幡秘法。若是能学会，再以游魂炼幡，想必威力不会比金幡小。检查，又不是他干的，他为何要跑？炼魂宗外围弟子人员成分复杂，弟子中有不少见不得光的交隐，而且还有其他门派派来打探魂幡之法的细作。搜魂术下可什么都藏不住了。来，走吧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你，下一个。过去。来。下一个，通过了！你怎么可能？快点！好了，下一个。你这些内门弟子的最高修为不过元婴初期，禁制的玄妙，不是他们可以看穿的。竟可如此轻易地避开内门长老的检查！哎呀，幸好我没有轻举妄动，此人以后能避则避。除了这些别有目的之人，没找到与昨夜灵脉事情有关的。难不成是外宗所为？好了，大比将至，速去修炼吧。是。无论是主灵脉，还是魂幡秘法，都是内门弟子的待遇。看来，这炼魂大比的内门弟子之位得拿下了。此番劫后余生，易景上隐约有了一丝明悟。虽修为暂时恢复到了元婴后期大圆满，但对易景的领悟却突破到了化神中期。若能找到那诡异的一点，便可再次突破。而今，仙力冲击对查痕与意境封印的作用有限，若要继续冲破桎梏，还需另寻他法。李元峰以应变初期的修为留下的查痕，必有如此威力，可见这应变修士意境可实体化这一点，就不是化神能比拟的。师兄，我叫柳梅，你可还记得我？朱雀子的弟子，当年恒月派的那个少年，如今竟也成了炼魂宗的弟子。
数百年岁月，也不足以让你悄无声息地成为朱雀国弟子，除非你本来就是。师兄聪颖啊！你不远万里来探我，到底是何意？王师兄，我不瞒你，柳梅多次接机，只是为了提醒你。你的手镯，我在红蝶身上看到过，此人身上疑点重重，来意不明，定心怀鬼胎，不必，告辞。500年前，他还是个懵懂少年，现在他的内心已坚硬如铁。他的道心究竟是什么呢？受死吧！我认输！认输也得死。看来这场大比又会死不少人呢。只有唯一的赢家才能进入内门，他们当然要抢破头了。加油！炼魂宗每次大比，上官外围弟子只有不到一半能活下来。这等选拔规则闻所未闻，似乎在怂恿选手间互相残杀，其内定有隐情。难不成让弟子相互残杀，再由宗内收魂？原来大比的目的，竟是为了给宗内收集魂魄。没想到炼魂宗的壮大方式竟如此残酷。一个功法诡谲，嗜血成性；一个其貌不扬，歪打正着到决赛。哎呀，今年决赛真没看头。开始吧！结丹中期，老子苦修此术数十载，终要得偿所愿。小子，走到决赛算你运气好，但遇到我，也是你的命数。周叔，赢。你这法术，应是同阶修士，一击即亡。你这叫死咒术，不可能，死咒术不可能失效。这种低阶的神通，不过是对极境的模仿罢了。若是修为碾压，自然是能一击而亡。但若修为差别过大，便会放肆。不可能！你究竟是何种弟子王震见过大长老，这是此次大比胜者青木。司马的死咒术，你是如何破解的？弟子隐藏了修为，实际已经达到了结丹后期大圆满，所以他无法伤我。
倒是没有撒谎，不过靠着修为略高，却是毁了一个有神通的好苗子。那谁，他就由你来安排吧。弟子遵命。恭喜师弟赢得大比，入我炼魂峰。先随我一同入内门吧。这3座巨峰，便是内门炼魂、抽魄和锁神3宗所在。内门主脉，果然良机磅礴。不知那魂幡之法，师兄可否透露一些？自然。魂幡的等级，根据其内魂魄数量依次递增。10魂幡与100魂幡极为寻常。可若是练成了1000魂幡，便就具备了一些神通。我手中的便是1000魂幡。若要练成1000魂幡，必须有主魂，且主魂威力需超过魂幡之上所有魂魄的总和。主魂威力越大，魂幡威力越大。魂魄封印在魂幡之内，不会消散，反可渐渐成长，这也是魂幡之法的根基。虽说朱雀星也有一些收魂炼幡的神通，但与炼魂宗相比，确实有所不及。那9圈金环，便是宗内9位化神长老闭关之地。师弟，你可知曾牛就是传闻朱雀星上鹰变旗下第1者？听说过。其实宗内本有10位化神修士，当年那位化神老祖周游他国，意外与那曾牛产生矛盾，被曾牛击杀引落。我何时杀了一个炼魂宗的化神修士？这曾牛失踪的倒也是实话。遁天始祖本要亲自去找此人讨要说法来着。遁天始祖，咱们炼魂宗有2位鹰变始祖，那2道血环便是始祖们的闭关之所。遁天始祖手中那把10亿尊魂幡，便是那朱雀子也要退避3分。宗内没有师尊，全靠自修。你被分到了炼魂峰，此峰之上，你可选取任意地点，开辟洞府修炼。内门弟子的服饰和令牌到偏殿领，功法去峰内藏经阁去。多谢王师兄。令牌，进去吧。第3层不能进，余下2层随意翻看。请问前辈，魂幡制作的玉简在何处？那玩意儿这里没有。等什么？魂幡制作的玉简只有10枚，你若想要，凭本事去抢啊！抢来你不就有了？你有本事杀人便杀，看好什么就拿，看中你一个女修就抢，凭实力获取所需，便是炼魂宗的规矩。没有秩序，肆意而行，规矩早已心结。好你老子，你是这100年来第5个对我出手的，老夫就和你玩玩。别抓了，爷爷！咱们炼魂内宗还有一个规矩。规矩？东西拿走，认输不杀。师弟，玉简那里就有一块。炼魂宗又多了一个不能招惹的主啊！
死！魂力不止饱满，还有几个不弱于结丹修士的威压。这魂幡不错，我收了。认输！我认输！杜甫、于姐魂幡统统都归你，我府内还有2个双修的小妾也归你。赵规矩，你不能杀我！其内虽是魂幡之法，只不过好像并不全面。师兄可是看出这玉简内的魂幡之法有所缺陷啊？师兄应该是青木吧？此次外围弟子大比的获胜者，师妹许云见过师兄。魂幡之法缺陷，是因为魂幡的制作方法共有3份，与3座飓风的名字一样，分别是炼魂、抽魄与锁神，3法合一，才是真正的魂幡之法。休要回来！竹灵脉灵气浓郁，少取一些应该无碍。这是上古魂镜，以魂为镜，变幻莫测不说，威力更是超过寻常剑之数倍。一次魂剑锋陷之处，定有宝物。体内有灵魂之力，不知是宝是祸。而今尽管迫在眉睫，也只能并行先招了。